我是一名网管。这天店里来了个看黄色网站的猥琐男人，我走过去制止，却惊恐发现网站上的女人是我已经过世的女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叫陈江河，今年51岁。10多年前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，自此之后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，所以我喜欢上夜班。半个月前，我终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，在征途网吧做夜班网管。最近网吧生意不太景气，虽然店里24小时人都不少，但几乎都在大厅，基本上不选什么贵价套餐，4个沙发包厢已经空了很久。不过赚多赚少和我都不相干，老板是个吝啬的年轻人，生意火到天上去他也不见得会多给我200块钱。今晚是个雨夜，人少了很多，菜场那个鱼摊间做饭的卖鱼阿姨提着盒饭走了进来。她耳朵不太好使，我一边抽烟一边在手机上玩着斗地主，没有抬眼看她，只是用下巴点了点桌子。她默默将盒饭放下，悄然离去了。可惜接下来手气很差，欢乐豆所剩无几，气得我连饭都不想吃了。我烦躁地想再点支烟，结果烟盒空了，我随手捏瘪。大爷，来，整一根儿。抬头一看，是网吧熟客小伟，我也没同他客气，接过来小伟给我点上，一起吞云吐雾。大爷，能不能安排给那人换个座位啊？小伟夹着烟的手指指了指47号机的方向，笑得有些猥琐。我这素了有阵子了，听那声受不住啊。我心下了然，走到47号机身后。坐47号机位的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形容猥琐，正一边看着屏幕，一边用桌子挡着手。我本想提醒他戴上耳机，整小点动静，可是看到他电脑屏幕上的画面，我登时愣住了。2具身体交缠在一起，待看清了女孩的脸，我如遭雷击。屏幕上的是我的女儿月月。没有哪个父亲可以忍受得了眼前这一幕，我当即血气上涌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她提了起来。男人惊愕地看着我，被我狠狠摔到了地上。你这老头，你有病啊！男人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气急败坏地站起来，顾不上擦脸上的鼻血，抡起拳头朝我脸上挥来。我身子骨并不结实，加上常年睡不着觉，远比同龄人苍老。刚才完全是激愤之下出手才占得先机，现在男人一反击，我几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我倒在地上，眼冒金星，又想到女儿，只觉得胸口一闷，一口鲜血就这样毫无征兆地从口中喷涌出来。周围的顾客都尖叫着跳了起来，有几个胆子大的纷纷将打架打红眼的中年男人拉住，我才终于喘过气来。很快，接到报警的民警来到了现场，将我们2个带回了派出所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人？寸土民警敲了敲笔，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我怎么知道？我靠，民警同志，这老头肯定精神不太正常，老子只不过看了个黄榜，他就突然暴起，无缘无故往我脸上招呼。中年男拖着2条鼻血，吵吵嚷嚷，而我此时耳朵嗡嗡作响，完全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，眼前似乎又出现了10多年前，我和老婆被喊到警察局确认尸体的那一幕。寸头民警却狠狠拍了下桌子，问你了，你老实点。陈江河，陈江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到寸头民警的口型，他在不断呼喊我的名字，但我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小张，你出来一下。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叫走了寸头民警。我努力看向声音的主人，发现他是个很面熟的年轻警察。我努力回忆他叫什么，但想到的却是警局停尸间月月毫无生气的脸。啊！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缩在椅子上，只觉得头痛欲裂。我靠，真是个疯子啊！中年男人吓得往边上挪了挪。等寸头民警再回来，对我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友好，他用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再熟悉不过的眼神，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刚才喊得出去的那个警察的身份。他是市局的刑警，叫张毅，也是当年我女儿月月意外死亡案件的主办警官，也是他通知我们去认的尸。警官，
陈江河是我们店里员工，他这边打人要赔多少？您找我。”还没等2个警察和我说什么，网吧老板王杰气喘吁吁跑到了派出所。我讶然地看了他一眼，这个铁公鸡一向是钻到钱眼里的，今天这么有情义，还真是出乎意料。很快，在2个警官的协调下，我由陈江河陪着走出了派出所。陈江河，张毅喊住我：“你去哪？我送你。”我想了想，坐上了他的车。不料王杰这小子也趁机钻进车后座：“嘿嘿，张警官，不缺我一个，您一起捎上我吧。”张毅显然不太会拒绝人，沉默着拉着我们2个发动了车子。“你现在在网吧上班？”张毅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见我点头，他斟酌着说道：“去年我特意去你们家原来的地址，想看看你们现在的境况。”没想到他犹豫了片刻，继续说道：“房子早被一把火烧干净了，月月妈精神不好，把房子点了。”我平静的仿佛是在叙述不想干的人和事。结果我俩命大，谁都没事。去年我实在照顾不了他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。10多年前，我10岁的女儿陈小月突然失踪，我和月月妈报了警，但是案件陷入僵局，月月如同泥牛入海，竟了无音讯。那几年，我和他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哪知7年后，我们接到警察局的电话，月月竟然被发现死在了云南的一处欢场里，死因是吸毒过量。我老婆接受不了打击，精神出了问题，前几年病情加重，直接把我们的家烧成了废墟。我岁数也大了，实在照顾不了她了，只得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张毅问我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苦笑，现在的我年过50，妻离子亡，孑然一身。陈叔，你是不是没地方住？王杰听出了端倪，他热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我家只有我和我爸2个人，还有间房空着，要不你来吧。”我苦笑着看了他一眼：“我没钱租房。”“不收钱不收钱，我爸身体不太好，不怎么出门了。”他挠挠头：“您只要在家的时候替我照看一下就行。”他话也说不太利索。说完，他还懊恼地拍了拍大腿：“您这情况怎么不早讲啊？在外面打工，有事情当然要找老板啊。警官，麻烦您直接给我们送回家吧，我家在甜水巷48号。我现在先带陈叔去看看房子。”我似乎也想不出理由拒绝他。10分钟后，车子在巷口停了下来，里面开不进去了。张毅看了看路况，转头看向我：“回头我再来看你吧。”很多话沸腾在嘴边，但是想到月月最终凄惨的样子，我暗暗下定了决心。不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，如果没事，不要来找我了。张毅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讲，他登时愣住了。“哎呦，张警官，别介意别介意，陈叔这刚被人打了，心情不好吗？见谅见谅，改天我做东，请您和陈叔喝酒。”王杰见状，赶忙满脸堆笑，试图缓解这难言的尴尬。张毅笑得有些苦涩，摆摆手看着我们下车，然后扬长而去。“陈叔，你这脾气得改改啊，咱们开网吧的，警察怎么能得罪呢？”“爸，我回来了，这是陈江和陈叔，我新找的租客，以后和我们一起住。”王杰兴冲冲地推开气派的大门，带着我来到富丽堂皇的大厅。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正在摆弄大厅角落里的一台电脑。我爸前几年摔了一跤，有些轻微的中风，右手右脚无力，讲话也不太利索。王杰向我解释道。我抬头看了眼装修奢华的别墅内部，显然王杰的网吧只是玩票性质。“杰，上网。”男人指了指电脑屏幕。王杰听懂了他的意思，走到跟前，弯腰把电脑给打开，随便调了个扫雷的游戏出来。我爸也不出门，没事就在家玩玩扫雷。王杰边说边在1楼侧边给我收拾出一个房间。“陈叔，你以后就住这。”他引我四下看了看，熟悉了一下房子。“怎么，这么大房子，没有找保姆佣人之类的？”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“嗨，我爸妈早离婚了，
他从小无论什么都让我亲力亲为，美其名曰狼性教育。我点点头，然后撑起疲惫的眼睛，回到房间想要休息一下。受失眠症的影响，我很难睡时，迷迷糊糊听到王杰正耐心地哄着他父亲吃药。刚酝酿起睡意，我耳边似乎又传来哭声，又幻听了。我烦躁地站起来，走向客厅。王杰正坐在电脑前捣鼓着什么，见我过去，他不动声色地关闭了页面。陈叔，你起来了，想吃什么？我来点餐。王杰看到我来，显得有些慌张。都行。我索性不同这富二代客气。好嘞，劳您家去看看我爸睡得怎么样，我这就点。我走进王杰父亲的卧室，醒目的床头柜上放着王杰父亲和一个男人的合影。我心中一痛，拿起来仔细端详。陈叔，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？王杰见我发呆，走过来问道。我抚摸着照片上男人的脸，轻声说道：他是我原来的邻居。这要巧。王杰惊呼，他是我爸的30多年的好朋友，去年因病过世了。我点点头，陷入回忆中。我知道，去年他最后的日子也是我护理的。如果不是我陪他走过来生命中最后的时光，恐怕永远都不会得知10多年前月月失踪的真相。我暗暗拭去眼角的泪，同时下定了决心，将照片放回了原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切如我预想的那样。我晚上去网吧上班，白天帮王杰看护他爸。这天晚上，我照例在网吧前台斗地主，却有几个不速之客上门。我抬头一看，为首的是满脸严肃的张毅警官。警官，我们这没有未成年人。我赶忙放下手机，堆起笑。陈江河是吧？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些事需要同你核实。旁边的寸头警官和我也有一面之缘，但他看我的眼神却一点也不轻松。我只能匆忙交代一声店里，然后跟他们走出了门。我知道有些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破获了一起抢劫案，其中有一个罪犯提供了其他案件的线索，说他多年前曾经和徐飞一起偷过东西，徐飞曾经喝过酒同他吹嘘，自己之前缺钱花，把邻居女孩偷出去卖了。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徐飞正是我那个好邻居的名字，也是我在王杰家看到的合影里的男人。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徐飞去年已经过世了，但是警察鹰一样的目光紧紧盯着我。据他的家人透露，之前有阵子徐飞总不在家，声称是和王昌斌一起在外面做生意。而根据我们调查，王昌斌正是这家网吧老板王杰的父亲。这一系列的名字串联在一起，仿佛是一个严密的蛛网。我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。怎么会这样？王杰是个好人啊！你先别激动，我们刚刚已经去他家里将他带来了。我要听听他怎么说。我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急得快流出泪来。寸头民警为难地看了一眼张毅，后者思考良久，沉默着点了点头。审讯室里，王杰双眼通红，显然刚刚哭过。我那时候太小，不确定记忆是否准确。好像有一阵子，徐叔和我爸的确关系很紧密。徐叔没有女儿，只有个儿子，但是我记得当时他好像曾经带过一个穿粉裙子的小女孩到我家。你记不记得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？两个审讯的警察对视了一眼，立刻坐直了身子。我记得好像叫月月，可是哪2个字，我真得不知道。他痛苦地捂住脑袋。警察见状，给他倒了杯水，让他再仔细想想，但他只是哭着摇头。我记不清了。想不到再次听到女儿的名字，却是这样的场景。我在审讯室透明的玻璃外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张毅果断下达了指令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去甜水巷找王昌斌，他很可能和当年陈小月失踪案有关。我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，脑子里面闪过父女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只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害我父女分离的罪魁祸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警察们赶了回来。张毅颤巍巍地把手中的碟片拿了出来，
封面上赫然是一个穿粉裙子的小女孩。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炸了，是月月。王杰接过碟片，抚摸了2下，终于再度开了口。这个女孩当过我一段时间的玩伴，徐叔叔把她带来我家，说她是朋友家的女儿，总是闯祸，所以爸妈要卖了她。我将信将疑，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？但我爸很高兴，他耐心地把月月抱坐在腿上，告诉她不要哭，以后他就是她的爸爸。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妈妈，我爸一直对我很严厉，鲜少和颜悦色。他是做碟片生意的，后来互联网兴起，他也捣鼓过网站。我很崇拜他，所以我不喜欢月月，不喜欢爸爸一回来就把她抱到腿上，不喜欢爸爸给她买好看的新裙子，不喜欢爸爸把给我的玩具慷慨的都拿给她。她总是哭，开始总是哭闹着要回去找妈妈，但爸爸日复一日耐心的劝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，终于让她卸下了心防。我嫉妒的快要死了。直到那天我放学回家，爸爸给了我一个 DV， 让我进房间拿着录像，我才知道月月被带到我家是因为什么。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正无耻地撕扯着月月的粉裙子，月月的哭声十分凄厉，在我耳朵里就像是催命的音符。我吓得跌坐在地上，手里的 DV 差点掉在地上。爸爸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勒令我把 DV 拿好。我的心如同刀割一般，痛得喘不过气来。王杰似乎也被这段记忆折磨，他用力吸了吸鼻子，接着说道：他嫌弃我不像个男人，狠狠地打了我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一向最崇拜的就是我的父亲，他慷慨大方，待人真诚。也许我是错的。他讲完了回忆，跪地痛苦地哭了起来，哭得涕泗横流，毫无形象。我也无力地瘫倒在地。我终于知道月月失踪的前几年经历了什么。2个警察也沉默了，他们一个架起痛哭流涕的王杰，一个扶起了悲痛欲绝的我。很快，陈小月失踪案终于告破了。王杰的父亲王昌斌从徐飞手里买下这个被后者拐骗的女孩，他早就不满自己的盗版碟生意没有起色，竟然动了歪脑筋。他给月月拍了许多视频，通过网站97.com对外向会员销售。虽然最终月月离开了王家，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。也许是王杰父亲日复一日的洗脑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让他误以为自己的爸妈根本不在意他。他辗转流落到云南边境，并最终在那成为了一朵凋零的花。警察在王家的书柜搜到了大量光碟，在电脑上找到了许多网站运营的证据和会员名单。他靠着这个非法网站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警察同志，我头很痛很痛，我这边如果结束了，我能回家了吗？王杰垂下头，看起来十分低落沮丧。他简直是在警察们怜悯的目光中落荒而逃。陈叔，你也别再追查了，放过自己吧。在警局门口车里，张毅语气沉重地开口。他是个好警察，我知道，可是他一定还没有做过父亲。没有什么可以抵消一个父亲的愤怒和痛苦。王昌斌会判多久？我闭上眼睛，疲惫地问。不会太短，但是张毅似乎有些不忍，他身体状况很不好，到时候一定会考虑后续治疗情况。我点点头，沉默着下了车。我回到征途网吧，听到王杰正在包厢里讲着电话。喂，是我，王杰，我要提50万现金，今天就要用，账户你帮我搞定。片刻后，他又打了一通电话。喂，我是你家旁边征途的老板，我想买下你的店，你出个价吧。我劝你最好考虑一下，你摊子铺得太大，成本一直没收回来，眼见前面居民楼要拆，这一拆一件，你这店起码3-4年缓不过来。连店面带家具，我能给你70个。好，你考虑考虑，考虑好了给我回话。我掀开门帘走进去，王杰正翘着2郎腿吞云吐雾，见我进去了，立刻已经坐了起来。他不自觉摆出了防御姿势，满脸警惕。叔不怪你，你也只是个孩子。我看着他年轻的脸，倘若我的月月还活着，应该也这么大了。陈叔，
王杰一下子放松下来，露出渲然欲泣的表情。我都想好了，我给您一大笔钱，当您晚年生活所需，就当是给我爸赎罪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过了半晌，才轻声说道：我要离开了，再一起吃个饭吧。王杰不动声色地说：好，那我去饭店订个餐。不用，别费钱了，我来做。我摇了摇头。王杰不自在地笑笑：怪麻烦的嘛，又不缺这点钱。我心知这孩子恐怕是担心我在他身上延续对他父亲的恨，不放心我做饭。好，那等会我们一起去菜场买菜，随便喊个阿姨来烧。我的话一出口，明显看到王杰松了口气。我同王杰来到菜场，走走逛逛，来到鱼摊前。属这家的鱼最新鲜，我们挑挑拣拣。见我询问调料该怎么放，那个耳朵不太好使的卖鱼阿姨笑了。她指了指自己耳朵上戴着的新型助听器。哎呀，这可说不太清啊，你加100块，我去家里直接烧给你们吃，你什么都不用烦了。王杰正要答应，我摇手止住他。我看了看手中的菜和摊上的鱼，100块可以，但是不能只做鱼，这几样您一起帮我烧了吧。卖鱼阿姨爽快地答应了。王杰还特意多买了一条活着的小鱼。我想回去放生，他闷声说道。我心中大痛，好孩子。我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们3个2前1后地往甜水巷走着。坏了，陈叔，店里门好像忘记锁了。他突然顿住，焦急地挠了挠头。要不辛苦您跑一趟去给咱们门锁上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我知道这小子和我一起也不会自在，左右不过最后一天了，便点了头。那我先去店里，你们先回。我还特意看了身后的卖鱼阿姨一眼，她正饶有兴致地捧着一个盛满水的塑料袋，看着里面那尾鲜活的小鱼游来游去，对我们的话题丝毫不感兴趣。转过街角，我掏出一个同卖鱼阿姨耳朵上一样的助听器，塞到了耳朵里。谢谢与时俱进的科技，让窃听变得愈发简单。我静静地走着，听着里面传来的王杰的声音：月月，安息吧。他似乎走上了那座木桥，将活鱼放了。我看你爸陈江河的模样，也不像能长寿的。你如果还没投胎转世，就等等他吧。活着不知道爹妈爱你，那就死了好好享受这份爱。他小声念叨着，声音忽近忽远。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我怎么可能让你继续留在我家呢？他的声音仿佛带着骇人的寒意，顺着丝丝的电流，甚至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他嘿嘿笑着，如同地狱魔鬼喝醉后得意洋洋的呢喃：谁让你那么好骗？谁让我爸爸那么喜欢你？呵呵，我其实本来打算把你送回家的，虽然你脑子不灵光，但是你一直把我当哥哥，什么都听我的，我也不能冒着被人抓住的风险啊。真是愚蠢，我们无非无故，我怎么可能把你当亲妹妹看待？不过我也没想到，那对人贩子会把你卖到那种地方。这一切都怪你太美，夺走了我父亲所有的注意，也怪你自己太蠢，轻易的就相信了我。我听到一声细微的抽泣声，我知道，这是对面的卖鱼阿姨偷听时忍不住流泪的声音。毕竟，作为月月的母亲，她的心痛不会比我少半分。我得谢谢你，月月，要不是给你拍的那些录像，97.com 不会赚到那么多钱，嘿嘿，我也不会过上这样富足的生活。王姐的声音不再忽远忽近，她大声清了清喉咙：阿姨，我放声完了，我们继续走吧。我的牙齿几乎咬破了口腔内壁，血腥味弥漫开来。不多时，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甜水巷。陈叔，来，饭菜已经好了，就等你了。王杰坐在餐桌前，热情地招呼着我。这顿饭吃得十分畅快，菜色丰盛，月月妈妈的手亦不减当年。我知道这顿饭意味着什么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她朝我微笑，我知道她此刻的念头。而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。当王杰发觉到事情不对时，他的身子已经几乎全部麻痹，不能动弹了。卖鱼阿姨，或者应该称呼她为月月妈妈，手持那把斩过鱼头的尖刀，面目狰狞着走向他。
为什么卖掉我的月儿？你想让他走，为什么不把他还回来给我？他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，呜咽出声。王杰这时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满脸惊恐，如同看到了恶鬼。你不是已经被关进精神病院了？本来他是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我慢慢起身，和月月妈妈并肩站在一起。去年在给老邻居徐飞入院，他的家人请我去护理，他手术麻药没过的时候，竟然无意中将你父亲指使他绑架了月月的事情吐露了出来。我那时才知道，月月的失踪居然是被人绑架了。那时候起，我就将他妈妈接了出来，呵呵，知道了仇人，他被复仇的信念支撑，病竟然好了。王杰呆住了，他的声音颤抖，仿佛恐惧到极点。所以你之前在警局并没有被我的说辞蒙混过关？当然，我笑了。从我接到那条匿名消息，让我去97.com 找线索，我就知道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。那条消息是你发的吧？我俯下身，观察着他因恐惧而睁大大的瞳孔。为了找线索，我故意答应你搬进你家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给我发消息，本来想借我的手除掉你父亲，却没想到警察居然找到了徐飞和你父亲参与绑架的线索。知道他为什么不向警察揭发你吗？陈小月的母亲的刀一点点刺进王杰的胸膛。因为你干那些事的时候才刚刚13岁，可能连关都不用关。王杰成了月月妈妈手里待宰的鱼，绝望地呼吸着，却没有一丝生路。而且我也想手认仇人，我冷冷地补充道。他的脸已经变成了濒死的惨败色，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笑了。没想到陈小月那个蠢货，居然有你们这样一对精明的父母。我摇摇头，把手缓缓放在刀柄上。每对心死的父母都会成为世界上的聪明人。同你父亲一起下地狱去吧，这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诅咒。说完，我将手中的鲨鱼刀狠狠一推，直至尽根没入。王杰惨叫一声，终于没了气息。半晌，我搂着月月母亲走出了王家的大门。我回头望去，冲天的火光终于洗尽了一切罪恶。也许这一次，我终于能够安稳地睡个整觉了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